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一筆 MSAI 學習頻道。今天呢，我們要來聊一個 Google 最近釋出的重磅更新。這個更新我跟你說，它可能會徹底改變我們跟 AI 一起工作的方式哦。簡單一句話講完，就是你可以把你個人的知識庫 NotebookLM 直接接到 Gemini 的大腦裡面去咯。你有沒有過這種經驗啊？每次跟 AI 聊天，都覺得自己好像在跟一隻鯨魚說話。你 A 要不斷地重複解釋背景資訊，把同一個檔案複製貼上好幾次，才剛講完的重點，他一轉口，就忘了。說真的，這種溝通方式真的很浪費時間，對吧？不過現在這個問題總算有了一個超棒的解決方案。Google 把 NotebookLM 跟 Gemini 這兩個問題把它們接在一起了。你可以這樣想。NotebookLM 就像是 AI 的長期記憶體，專門放你所有的筆記啊、文件啊、研究資料。那 Gemini 呢，就是那個很厲害的思考引擎，負責推理、創造，然後給你答案。所以，當這兩個東西一結合，你的 AI 終於不再健忘了。好，所以這次升級它到底代表了什麼？這可不只是一個小小的功能更新而已哦，這根本就是一次讓你的 AI 真正擁有一個專屬於你自己的大腦的巨大飛躍。我們直接來看這張對比圖，就非常清楚了。你看哦，以前 NotebookLM 和 Gemini 是兩個分開的 App， 你在 NotebookLM 裡面跟 AI 聊天的記錄，只要你一關掉，或是不小心按到重新整理，那個對話的脈絡就斷了，知識都是孤立的。但現在整個遊戲規則完全改變了，因為你是在 Gemini 的界面裡操作，所有的對話記錄都會被好好的存下來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把你私人的資料庫跟 Gemini 即時上網查資料的能力結合在一起，讓知識不再有界限。這次升級最驚人的一點就是它的容量，你還記得嗎？以前我們用的那個客製化 Gems 大概只能參考10個檔案。說真的，要做一些比較複雜的專案根本不夠用。但現在一個 NotebookLM 筆記本可以讓你放進去高達300個獨立的來源檔案。你沒聽錯，是300個。你想想看，律師可以放300份卷宗，研究員可以放300篇論文。這已經不是什麼玩具等級了，是真正專業級的知識庫。當然啦，這個數量是付費的 Pro 或 Plus 版本才能達到的。還有另一個超強的優勢，叫做搜尋加來源的混合模式。怎麼說呢？以前的 NotebookLM 它只能根據你餵給它的資料來回答，如果答案不在你的文件裡，那它就沒轍了。可是現在不一樣了，你可以直接跟 Gemini 說，用我筆記裡的內容來解釋這個概念，然後順便上網幫我找一個最新的實際案例。哇！這就等於是把你的個人知識庫當作基礎，然後再接上全世界的即時資訊，讓你的 AI 既有深度又有廣度。好了，了解它有多強大之後，我們來點實際的。接下來我會分享3個超級有效的工作流程，看看要怎麼把你存的那些原始資料，快速變成讓人眼睛一亮的成品。第一個流程是內容生成。好，我們來想象一個情景。假設你在 NotebookLM 建立了一個關於健身的知識庫，裡面放滿了各種科學研究跟專家文章。現在你只要在 Gemini 裡把這個筆記本掛上去，然後下一句指令，根據我附加的健身筆記本，幫我寫一個60秒的短影片腳本，用3個有科學根據的技巧解釋新手健身。你看，就這樣，幾秒鐘之內，一個專業又可信的影片腳本就直接完成了。第二個流程，這個就更進階了，叫做多重資料庫整合。意思就是你可以在一次對話裡同時選好幾個不同的 NotebookLM 筆記本。比方說，一個是關於專案管理的，一個是關於 AI 工作流程的，另一個是你的年度目標。然後你就可以跟 Gemini 說，幫我整合這3個筆記本的內容，做一份關於2026個人專案管理系統的 Google 簡報。Gemini 就會跨越這幾個知識庫去思考，產生出一個全新的綜合性的內容。第3個流程，這個真的太酷了，叫做互動式內容創作。你可以把你那些靜態的筆記變成一個動態的學習網頁。比如說，你可以把你關於健康的筆記本叫出來，請 Gemini 建立一個
推廣健康的互動故事書，而且還要搭配手繪風格的插圖。更厲害的是什麼，你知道嗎？這個網頁還可以內建一個 AI 助教，然後這個助教的回答完全就是根據你提供的資料庫來的。這等於是你為你的知識量身打造了一個專屬的 AI 導師誒。那到底哪些人最能從這個更新中獲益呢？我覺得像是老師和研究人員，可以很快的把教材變成簡報或互動練習；還有內容創作者跟行銷人員，能把舊的文章、訪談筆記迅速轉化成懶人包圖解或短影片腳本。當然，還有專案經理，你可以把所有的專案文件都當作資料庫，然後讓 AI 直接幫你輸出進度報告或是決策摘要。剛剛我們看到的功能都非常非常的強大，對不對？但如果我們退一步，用更宏觀的角度來看，會發現這個更新的背後，其實預示着一個更重要的趨勢，那就是模組化 AI 的未來。什麼是模組化智慧啊？你想象一下，就有點像我們以前玩的遊戲機卡帶。未來我們可能不再只有一個什麼都懂但什麼都不精通的通用 AI， 取而代之的會是一個基礎的 AI 核心，但你可以隨時為它接上不同的可以替換的知識卡夾，每個卡夾裡面都裝着你針對特定領域的深度知識。今天你需要法律專家，你就插上法律卡夾；明天你需要行銷顧問，你就換上行銷卡夾。這時候大家可能就會問啦，那我到底該用舊的 GEMS 還是用這個新的 Notebook LM 整合功能呢？其實可以這樣簡單區分。如果你需要 AI 扮演一個很固定的角色，比方說一個 Python 程式導師，而且你的參考資料不多，也不常變動，那用 GEMS 就夠了。但是如果你正在處理一個大型專案，需要參考上百份文件，甚至要很靈活地切換不同的知識庫，那毫無疑問 Notebook LM 的整合功能絕對是更強大的選擇。好了，來幫大家快速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。第一，我們看到知識庫 Notebook LM 和思考引擎 Gemini 終於合體了。第二，這不僅解鎖了高達300份來源的龐大記憶體，還讓對話記錄可以保存下來。第三，我們能把研究資料輕鬆變成簡報、腳本或互動網頁。最後，這一切都指向了未來，一個個人化、模組化的 AI 新時代。最後，也留一個問題給大家想一想：當你的 AI 能夠完整繼承你的專業知識時，你下一步會想要創造出什麼呢？請記得按讚、訂閱及分享哦！我們下周見，拜拜。